第25章试炼启动。族老转身离去的背影很慢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出声阻止。不是因为畏惧，而是一种早已刻进影龙族血脉里的默契。族老一旦转身，便代表这件事已经从争辩走到了定规。山腹之中反而比先前更加安静，没有人追上去，也没有人立刻散开，所有人都在等那句不会解释却一定会落下的话。不语站在原地，他能感觉到那些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已经不只是敌意，更多的是衡量，像是在看一件被山挑出来却尚未确认价值的东西。他没有后退，也没有抬头去迎那些视线，只是站得很直，因为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一切确实因他而起。若不是他踏进这座山，若不是那股气息在他体内苏醒，族中那些被时间压住的不满永远不会在今日浮上台面。他并不后悔，只是第一次如此明白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一条不可能回头的路上。思夜站在他身侧，没有说话，他能感觉到四周的气息在变，那不是杀意，而是一种被圈进规矩里的感觉。他很清楚，这场即将展开的试炼真正被放在秤上的只有2个人，不语是源头，而他只是被山一并拉进来的人。其他人无论站得多近，都只是旁观者。传令！族老的声音终于自山腹深处传来，不高，却像是贴着山壁走了一圈，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开启传承试炼。话音落下，整个山腹出现了一瞬极短的停滞。几名原本还想开口的族人嘴唇动了动，终究没有发出声音。传承试炼，这场试炼用来决定谁有资格承接传承。族老没有解释，甚至没有多看众人一眼，只是抬了抬手。试炼分3：验心、验身、验山，简单3句，没有多余的说明。懂的人自然懂，不懂的再多解释也无用。但在众人尚未回过神来之前，族老的脚步却没有真正离去，他只是往山腹更深处走了几步，停在一处光影交错的岩壁旁，没有回头，却淡淡开口：“你过来。”声音不高，却清楚地落在不语耳中。场中一静，不少族人下意识抬头，却只看到族老背对众人。那一句话像是说给整个山腹听，可真正明白的人都知道，那只是在叫一个人。不语，他没有迟疑，在众多目光交织之下向前走了几步。思夜下意识跟上一步，却被族老抬手止住，没有责备，只是轻描淡写的一个动作，思夜便停下了。岩壁旁光线变得昏暗，外头的议论声像是被什么隔开，只剩下模糊的回音。族老这才缓缓转过身来，他的目光第一次真正落在不语脸上，不再是衡量，而是一种近乎审视血脉的专注。你可知道为石魔是你？这句话他没有提高音量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不语微微一怔，随即摇头，他确实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山选了他。族老没有因他的回答而意外，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因为共鸣。”2个字，却让不语的心口微微一震。传承是山的一部分。族老语气平稳，他回应的是与他同源能产生共鸣的血脉。这些话他说的极慢，仿佛每一个字都不是第一次说，只是第一次说给外人听。燕心，试问你，若你知道自己一旦承接便再无退路，是否仍愿意站着不动？燕身，试问你，你的身体能否承受那份重量而不被撕裂？燕山，族老停了一瞬，目光微垂，试问山要不要你？这句话落下，四周一片安静。不语没有立刻回应，他只是静静站着，感觉到体内那股气息似乎因这些话而微微震动，像是在回应。这些话，族老淡淡补了一句：“我不会对他们说，他们听不进去。”
也不必听。不语终于抬起头，他看着族老，轻声问了一句：“若我承接了呢？”族老沉默了片刻，随后只回了一句：“那这座山便不再只是他们的山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族老已经转身，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过。而不语站在原地，心跳平稳，却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，这场传承试炼是山交到他面前的一次选择，接或不接，只在他一念之间。人群之中已经开始出现低声议论：燕心是那一关，他一个外人能撑得住？思叶那个人倒还好说，可他……嘘，你莫感觉到吗？山在他那边。有人不服，也有人沉默，更多的是神色复杂，因为他们都隐约意识到，这场试炼真正的对象，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。不语。族中天骄，族老淡淡补了一句：“若有不服，可随行。”没有鼓励，也没有劝阻，只是给了一条路，能不能走，是他们自己的事。这一句话反而让不少原本躁动的族人安静下来，因为他们听得出来，这不是邀请，而是容许。思叶微微偏头看了一眼不语，他的神情依旧平静，没有紧张，也没有逃避，像是早就知道这一步迟早要走。思叶忽然明白，族老为何只说到这里便停下，再多一句解释都是多余。真正能让族人服气的，从来不是话，而是结果。就在山腹逐渐恢复秩序时，人群边缘那名年轻族人已悄然后退，他的动作极轻，甚至没有惊动站在不远处的同族。他低着头，顺着阴影移动，心跳却比任何时候都稳，因为这一幕他其实并不陌生。很久以前也曾有人站在相似的位置，同样被山选中，同样引发族内动荡，而那些人最后都消失了，不是死在山里，而是被处理掉。离开山腹后，冷风迎面来，那名年轻族人站在一条偏僻山径上，停下脚步。他从怀中取出一枚灰白色的骨哨，指腹在上面停留了一瞬。这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在他们那一支的认知里，这样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。他们很清楚，自己从来不可能成为传承的承接者，正因如此，他们才更无法接受有人能够得到，而他们永远得不到。那不是嫉妒，而是一种长久积压下来的怨怼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山选的不是他们，却是一个外来之人？若自己得不到，那这份传承便谁也不该得到，他不该被留下。他低声说，像是在对自己确认。下一刻，哨声响起，低沉短促，却足以穿过林海。山腹之中，思叶忽然感觉脚下的山石轻轻一震，不是回应，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提醒。他没有回头，只是把站姿调整得更加稳固。不语站在他身侧，呼吸平稳。他并不知道山外已经有人动身，只隐约感觉到这场传承试炼真正困难的部分还在后头。山依旧沉默，却已经把目光完全落在了他身上。第26章燕心。山依旧静默，风沿着岩壁缓慢流动，带着一股潮湿而古老的气息，在山腹之中反复回旋。光影顺着石缝推移，明暗交错，像是在丈量时间的深浅。表面上一切与先前并无不同，可不语却无比清楚地感觉到，自他点头的那一刻起，整座山都已经悄然将目光落在他身上。那不是外界的变化，而是他自身被推到了最前方。他站在山腹中央，四周安静的过分，没有任何人出声，也没有任何力量显形。族人的低语、脚步、气息，仿佛被一层无形的隔膜慢慢推远，只剩下他一个人被留在这片空旷之中。这样的孤独并没有让他慌乱，反而让他感到一种奇异的熟悉，因为这样的时刻他早已经历过无数次。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孤独是在很小的时候，那时他还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名字会被叫做不语，
只记得大人们说话时，总会在他靠近的瞬间压低声音，像是他本就不该听见任何事。他站在门后墙角阴影里，看着世界运转，却始终不在其中。他慢慢学会了不问，也学会了把情绪一层一层收进心底，因为他很快就明白，问了也不会有答案，反而可能招来不必要的目光。再后来，他被带着不断转移，破屋、柴房、客栈后院、荒谬角落，每到一处，都有人反复叮嘱他2句话：不要记住路，不要和任何人说话。他一开始并不懂，只是照做。等他真正懂的时候，已经不再需要提醒。记得越少，活下来的机会越大。那些年，他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只剩下脚下的一段路。他从不回头，不是因为他不害怕，而是因为他知道，一旦回头，脚步就会乱，呼吸就会急，而那样的破绽足以要人性命。夜里追逐的声音总是很轻，却始终在身后。他听得见，却从不确认。他只是往前走，一步一步把恐惧压进心底，把迟疑踩在脚下。山腹中的景象在他眼前悄然变换，熟悉的巷道，积水的地面，斑驳的墙面，一幕幕从记忆深处浮现。那条没有出口的小路，他走过太多次，尽头永远是一扇关着的门。他明知道那后面什么都没有，却还是会走到那里，因为不停下来反而让人觉得安心。画面在转，破庙，雪夜，冷风穿过残破的窗棂，烛火摇曳不定。他站在阴影里，看见了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，思夜。那时的他话很少，神情冷静，像一把已经习惯黑暗的刀。可偏偏他没有离开。那不是一场英雄式的拯救，也不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选择。他留下来了。那一刻，他心口微微收紧，不是依赖，而是一种他从未真正体会过的感受。原来，有人可以不问原因就选择承担后果。记忆继续向前推进，凤城的街道，人群的喧哗，破空而来的箭矢，血色在视线边缘闪过，混乱与杀意交织。思夜站在他前方，背影在风雪与刀光之中显得异常清晰。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意识到，自己的存在会把旁人卷进怎样的风险里。那一刻，他不是没有想过离开，只要走得够快，只要消失得够彻底，就能不连累任何人。可他没有动，因为他突然明白，有些承担，一旦有人替你接住，你便再也无法假装看不见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声音在山腹深处响起：你若现在转身，试炼便会结束。那声音平稳而冷静，不带情绪，也不带威胁。它不属于族老，也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只是在陈述一个结果，将选择摊开在他面前。不语站在原地，久久未动。他很清楚，这不是在问他要不要活下去，而是在问他是否愿意继续承担。那些被藏起来的日子，那些无法回头的夜晚，那些只能独自撑过去的时刻，一一在他心中浮现。过去的他从来没有选择，他只能被推着往前走。而现在，他有了选择。他没有开口，只是向前走了一步。那一步踏出的瞬间，心口那股温热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。不是翻涌，也不是爆发，而是一种稳定而绵长的流动，仿佛有什么正在他体内一层一层铺展开来，安静而持续，与他的呼吸、心跳逐渐合拍。他说不清那是什么，只知道他没有伤害他，反而让他站得更稳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思夜也陷入了属于自己的沉静。他站在不语不远处，身形未动，一时却被一股厚重的感觉牵引着，慢慢沉入内里。幼年的记忆浮现，底层街巷的寒风，无数次仓皇的逃亡，夜里惊醒时的冷汗。再往后，是那个被他视为父亲的老者，那人教他握剑，教他站稳，教他在黑夜里活下去，从来不说大道理，只反复告诉他一件事：脚下要稳，心里才不会乱。多年以来，思夜一直在前行，在对抗，在黑暗里用速度与锋利换取生存。他很少真正停下来去感受脚下的重量。此刻，山的气息悄然附上他的感知，那不是压迫，也不是试探，而是一种沉稳而宽厚的存在。
思夜忽然明白，所谓山势，从来不是向外镇压的威势，而是一种向内承托的力量。那股厚重的意念，一点一点融入他对武的理解之中，不是让剑更快，而是让剑更稳。在更外围，10余名随行的族中天骄也各自察觉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。有人盘膝而坐，只觉气血运转顺畅，体魄比以往凝实了几分，却始终无法再进一步。有人心神浮动，在山势的牵引下看见了自身的缺口，却很快被弹了出来。也有人只是隐约感到压力，连静下心来的资格都没有。差距在这片沉默之中被无声地拉开。山没有给他们太多，也没有完全拒绝，只是清楚地告诉他们，这里不是他们的位置。山石深处传来一声极轻的回应，像是一道低低的呼吸。试炼仍在进行，而不语已经稳稳地立在其中。